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是一期好久不见的导游频道，因为我们分享过一期米兰的逛街指南。今天呢就是想分享一些我们在米兰发现的好吃的一些餐厅，还有一些 bar 喝下午茶的地方。因为马上快要暑假，所以如果大家要来意大利玩的话，就希望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那我们就先从餐厅开始。第一家也是非常重磅推荐的一家，就是 L'Angosteria， 是一家海鲜餐厅。它在米兰应该是有3家店，然后它的总店是在运河那边。那家店的特点就是它的海鲜非常非常的新鲜干净，听说老板有自己的船队，然后每天就会去打捞。因为我不吃生的，所以对我来说选择其实比较局限，但是我能吃的那些熟的菜也已经够好吃。比如说它有那种熟的帝王蟹腿，还有像什么龙虾意面，就那种比较常规的那种菜品，但是它是做的比较有自己的特色。然后生食的话就是你来分享。生食就是它有一些海鲜拼盘，像是生蚝啊、虾啊这些都非常新鲜。在意大利其实有蛮多这种海鲜餐厅的，但是L'Angosteria就是它的海鲜是我完全没有吃到那种腥味的，所以我觉得非常不错。环境很漂亮，如果要去的话，最好是提前预约。在教堂那边也有一家店，所以如果不想跑那么远到运河，其实在市中心也可以吃到。它也开到了像是 San Maurizio Portofino 这种有钱人的度假地，就是真的是非常好吃的意大利的一家海鲜餐厅。一些明星设计师他们每次时装周来米兰的时候，也都会去吃这家餐厅。这家价格就是比较偏高。下面一家就是之前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们的 vlog 的话，一定知道这家店叫 Baccaro。这家店就是我们有朋友来就是无脑选它，因为它在那个 Monte Napoleone 购物的那条主街上，就一定会去嘛，顺便在那边吃饭很方便。这家我觉得它不仅是地理位置方面，它真的是很好吃，就是我会为了它的味道一直回去吃的那种。它有一道特色菜就是柠檬意面，就是它上面会有石榴搭配柠檬酱做的一款意面，我觉得非常清爽，也是还蛮特别的一家意大利面店。如果你不吃奶油意面的话，它有很多别的选择，而且我有一个隐藏菜单，就是它现在的菜单上是没有这一款面，它叫牛脸意面，你可以单独跟他点，他如果当天有食材的话，他就会帮你做。我有一次就是看到这家店的照片，我说你们有没有这道菜，他说菜单上没有，但是我可以帮你做。牛脸意面是我最爱的这家店的那一款面，真的很好吃。对，还有一款是虾跟西葫芦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吃。对，反正它的面都蛮好吃的。哦对，然后那家提拉米苏超好吃，所以要点。下一家呢是一家牛排店，叫 Il Manalino。然后这一家店是我在米兰非常喜欢的一家牛排店，它很特别的是，一进去就是很多肉摆在冰箱里面，然后你可以自己选你想要吃什么肉，然后吃多少，选完之后再帮你切完现烤，不算是那种非常 fancy 的餐厅，感觉很像那种家庭式餐厅。对，它里面装潢也是那种意大利家庭厨房的那种感觉，价格也蛮 OK 的，就不是那种很 fancy 餐厅的价格，都非常好吃，所以我觉得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家。然后我爸他也是超爱那一家，每次来他都一定要去吃那一家。如果大家之前看过我们的 vlog 的话，我们也有就那个肥肉好不好吃进行过一些争论，就是在这家店。对，它的那个是香肠肉球，就是类似香肠吧，就类似国内的那种香肠的感觉。对，里面就会有不同口味，它会有很多颜色可以让你选，但是我有点忘记哪几个颜色好吃。黑色的好吃。下面要分享的是一家佛罗伦萨主题餐厅，叫 Trattoria Dore di Pisa。这一家店它里面的装潢就很有那种托斯卡纳复古风的那种感觉。它位置也蛮好，在布雷拉街区附近，如果来米兰玩一定会路过的一个街区。它就是也有一些牛排啊、意面，就是它的选择很广的那种，就是它没有一个特别限制性的说这家就是吃什么的。不管你喜欢吃意大利菜里面的哪一类，你都是可以选到你喜欢吃的。我觉得我那天吃的那个意面就蛮好吃，那个牛排也对，它牛排很好吃。下一家呢叫 Le Specialità， 它是一家披萨店。来意大利怎么可以不吃披萨？因为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披萨，然后他诱惑我去那家店，跟我说你知道 Kendall 来米兰会去这家店吗？我觉得那可能是一个真的很好吃的披萨。对，很多名人来米兰都会去吃，可能觉得它真的也是蛮有名的吧。然后这家每次去都是超级多人，店里面就是位置非常的挤，所以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，因为我们好几次没有预约去的话都是要在外面等超级久。如果真的实在太多人的话，其实它也可以外带，就可以买外带回家吃，其实也是很好吃的。接下来还有2家呢，是环境非常漂亮，但是就是食物我们那次吃到的没有那么好吃的。第一家是Il Salumaio， 之前是 Henry 他爸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吃的，它也是在购物区那边，环境真的非常非常好看。它在一个庭院里面，然后那个庭院就是很多那种柱子，就是很米兰风格的那种建筑，里面地板呀都有一些像壁画或者是马赛克的那种艺术拼接，反正就是很美的一个庭院里面的餐厅。但是
非常一般，菜非常傻眼。就比如说你点沙拉，你理解上应该是调好味的，它是切一切给你丢进去，就给你很炒的这种感觉。对，撒一点橄榄油，感觉把精力都花在装潢，然后还有这个环境布置上面。另外一家叫 Paper Moon， 这一家其实以前我觉得非常好吃，它在以前我学校的附近，后来就是换了位置，然后重新装潢，店里面就变得非常的漂亮。不过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，就发现好像没有之前这么好吃了。但它的环境变得真的是还蛮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就如果你想要拍照啊，或者是想要去体验一下那个环境，其实这2家是可以去的。中午啊，简单吃个东西，喝咖啡，拍个照，我觉得是还蛮不错。接下来3家呢，是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，还有朋友推荐的餐厅。第一家呢是叫雅帕，这一家呢它是一个朋友推荐的，环境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它是有点像创意料理那种感觉，听说还蛮不错，有机会就去吃一下。然后还有一家我一直很想去的叫 Dal Bolognese， 因为我觉得博洛尼亚真的很好吃，然后它这个店名就很吸引我，然后看它那个环境真的很好，因为我喜欢吃博洛尼亚的那种肉酱意面，那是我最爱的意面。所以我就是很想去尝试一下。另外一家呢叫 Asina Luna， 这是一家托斯卡纳的那种剔骨牛排店。我看到它是被评选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101家之类的，它是里面的其中一家，所以我就马上去吃看看，因为我就是非常喜欢吃牛排。但它的位置还蛮远的，离米兰市中心可能要20-30分钟的车程。上面分享就是一些比较意大利的餐厅，然后如果呢像我这样的中餐胃，一周吃不到中餐我就难受，或者是你喜欢吃亚洲菜的话，我们也有几家推荐非常好吃的。因为我是蛮喜欢吃日料的，所以我想推荐给大家的第一家叫做亚萨瓦。亚萨瓦它其实是一个烧肉店，另外蛮有名的就是它的寿喜烧，就是感觉在米兰大家都会去亚萨瓦吃寿喜烧，因为它是那种和牛烧肉，所以它价格就稍微偏高一点，但它的寿喜烧就是正常价位，它的肉啊它的味道就是非常的好，所以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家亚洲餐厅。它还有一个必点的是就是叫做 Panna Cotta， 就是奶酪布丁，对，然后是柚子口味，我觉得那个很好吃。然后亚萨瓦也是一定要定位的，就亚萨瓦也是很常会没有位置，所以意大利大部分餐厅都要定位，最好都是提前定位。亚萨瓦就是我生日，他中午要请我吃，然后结果他没定位，我没吃上那一家。对，引出的下一家就是我们不是没吃上亚萨瓦，然后去了另一家餐厅，就是叫 Sumire。那家餐厅是一个日式咖喱饭店，它主要就是咖喱饭各种各样的，然后那一家超级好吃，如果你喜欢吃咖喱的话，可以去吃一下。这一家也是它店很小，所以也是一定要提前预约。对，因为它位置很容易就满了。如果这家满的话，你其实还可以走去附近另外一家叫做 Osaka， 一来蛮好吃的一家日本料理，它里面也有寿喜烧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寿司什么的，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家。而且你很喜欢吃它的拉面，对，它拉面很好吃，但是我觉得它拉面黄油味有点太重，口味不太一样。对，但是也是我觉得比较好吃的日本料理。如果今天在市中心逛街想要吃日料的话，也可以去另外一家叫做米亚比，这家日本料理也是我觉得很好吃的一家。我记得它的那个抹茶提拉米苏巨好吃。这个餐厅就是有一次情人节我们就去外带，然后我前面说我不吃生的嘛，然后他就点了一堆就是生的那种寿司，他说看我给你准备的情人节大餐，我说这有几个是我能吃的。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分享给大家。我给我自己准备的。然后因为刚刚讲的都是日本料理嘛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下中餐。我觉得现在中餐真的越做越好了，就是以前大家印象里国外的中餐好像就是比较脏乱差一点，但现在其实环境啊，还有整个味道什么都还不错。比如说我们经常去的火锅店是小龙坎，装潢啊也很有中国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它的菜品我们都觉得挺好吃的。不过比如说就是很懒得出去吃，想点外卖的话，中餐外卖我们两个比较常点的一家是巴士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米线，巴士的牛肉面很好吃，然后还有它豌杂面，对，那个豌杂面也超级好吃的。另一家也是一家川菜叫七月，我们之前一直点它的冒菜。像中餐就不多说了，因为我觉得在网上资讯也非常多，就很好找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分享一些下午茶咖啡厅这样。首先呢，就是一些在酒店里面的下午茶，比如说我们之前 vlog 里经常出现的 Portrait 的下午茶，它是在 Portrait 酒店的院子里面，它也是非常市中心，离精品街很近。旁边就是我们之前推荐的买手店安东尼亚，男装和女装店。所以就是在那边你逛街也非常方便，然后逛累了就可以去歇一歇的那种。这一家就是它比较不稳定，有的时候工作日人也很多，也需要预约一下。室内和室外的环境都非常好，都很漂亮，但是我比较喜欢坐在室外，因为我就觉得它那个院子特别美。下一个是宝格丽饭店，宝格丽饭店的咖啡厅呢也是很漂亮，氛围很好，就是5星级酒店那种感觉。
它也在市中心，所以如果大家就是逛街逛累了，想要去喝杯咖啡，宝格丽饭店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。宝格丽的附近还有 Armani Hotel， 然后它那个下午茶的那个 lounge， 我觉得也挺漂亮的。对，它可以看到教堂，就是它是一个很现代的那种建筑，全是玻璃幕墙。日落的时候坐在里面非常的美。其实附近有很多那种5星级酒店，比如说像是 Palazzo Parigi、Four Seasons， 还有东方文华，然后那些也都是有下午茶的，但这个我们还没有去过。之后就是有机会我们也想去试试看。听说 Four Seasons 里面的番茄意大利面是全米兰最好吃的。这些酒店其实都离得很近，所以如果想要这种类型的下午茶，其实选一家就可以。接下来呢，就是一些喝咖啡、吃甜品的那种店，也可以点酒，然后或者有一些小食，然后这些店也是非常适合，比如说下午去喝个下午茶。我们先讲几家在市中心逛街，地理位置比较方便的，像 San Ambroise。这家店呢，就是时装周的时候，很多明星都会去的一家咖啡厅。食物跟咖啡其实都蛮不错，但装潢相对其他的咖啡厅来说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有特色。如果大家是想要去吃它的特别的哪几款东西的话，就可以去。但如果你是想要拍照，然后或者想要去感受那种意大利咖啡厅的那种氛围的话，San Ambroise我就觉得比较还好，因为它价格非常贵。它就是比如说时尚品牌有时候办活动啊，或者是时装周有什么小型的聚会，就大家都会去那边。下一家呢是 Marchesi 就是在市中心是有2家店，一家在拱廊里面，一家在精品街上。对，然后这2家就是可以选一家去，看你喜欢哪个环境。反正我看它常年排队。Marchesi 算是米兰就是最有名的咖啡厅之一，它其实是 Prada 集团旗下的咖啡厅，所以它在 Prada Foundation 里面也有一家叫做 Bar Luce。Prada Foundation 就比较稍微远一点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去，推荐去一下那个咖啡厅坐一下拍个照。这家咖啡厅呢是维斯安德森设计的，所以它里面的装潢就比较稍微特别一点。市中心的那2家 Marchesi 的话，我比较推荐去拱廊那一家，因为它是在2楼，可以通过窗户看到整个拱廊，所以我觉得是还蛮漂亮的。另外一家也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咖啡厅，就是它其实就在 Marchesi 的斜对面。然后它也是蛋糕跟咖啡都非常的有名，但是我觉得意大利的蛋糕普遍都是偏硬跟还蛮甜的。如果你想体验当地的甜品，对，就吃一次其实是 OK， 它不难吃，只是我们的口味还是更偏向亚洲的蛋糕。刚刚推荐的3家呢，因为它都是比较有名的那种店，位置都是比较市中心，所以它价格相对稍微高一点。接下来几家呢，比较没有那么市中心，环境不错的咖啡厅。第一家在布雷拉美院的2楼，就布雷拉美院也是大家来米兰基本上都会去的一个地方，环境非常漂亮，很适合拍照，可以去上面喝一杯咖啡，然后吃个早餐。还有一家呢 Blue Bar， 总体的氛围就是植物加古典，如果你喜欢这2个元素的话，也可以去这家咖啡厅，去吃个早餐拍拍照。还有就是大家知道意大利人对咖啡是非常有执念的，他们的咖啡没有像冰美式，所以如果说真的很想念那种冰咖啡的话，可以去 L'Oste Cafe 或者是 Signor Lievito， 这2家店就是有像冰美式啊比较国际化的咖啡，它有一些那种像甜点什么的。L'Oste Cafe 呢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有分享过，我们去了一个 villa 叫 Villa nei Campiglio， 100年前的米兰豪宅，它离这家咖啡厅很近，所以如果大家有计划去参观这个别墅的话，也可以顺便去喝个下午茶、吃个早餐之类的。或是如果你觉得太麻烦的话，你也可以去星巴克。米兰星巴克其实也蛮特别的，就是它蛮大一间的。那家店也是常年在排队。下一家叫做 California Bakery， 它就是美式那种咖啡厅，它有款巧克力蛋糕，我觉得超级好吃，但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肥。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。对，就我觉得如果大家来的话，都去吃一下，真的很好吃。还有一家，它是在买手店里面，是 Corso Como 10， 就我们之前分享过很多次那个买手店，旁边就是它的咖啡厅，它的那个院子也是很美，然后它咖啡也不错，就是比如说你逛完了去喝一杯啊，或者拍拍照、休息一下都不错的。然后它也有调酒啊，酒吧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做另外一期。今天主要就推荐一些好喝的咖啡厅，然后适合拍照的咖啡厅给大家。那这就是今天我们导游系列的内容。这个系列我们也想一直做下去，分享一些比如说我们觉得非常值得去的一些时尚类啊，或者是生活方式，或者像咖啡厅、餐厅这些值得去的地方。反正如果我们有去到好的地方，就通过这个系列可以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拜拜，记得存下来啊。